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先开始，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快来看到中东的战火现在升级，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方面，新领袖现在要开始展开正式的复仇战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波湾国家现在也陷入在震荡里面，会不会沦为全新的下一个战场呢？再来会看到中俄在这当中是否有暗中布局来帮助伊朗改写整场的战局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刚刚提到了，其实呢，哈米尼被斩首之后，最新接任的就是哈米尼的次子了。这位是穆吉塔巴，他也正式宣告了说，现在复仇的行动才正要开始。他是56岁的穆吉塔巴。那我们来看到这位是前美国的外交官，同时呢，他也长期研究有关于伊朗的问题。他是这样子评论的，他说呢，穆吉塔巴比他的父亲更糟，而且要更强硬，是这个接下来革命卫队的首选的候选人，所以他就会有非常大的仇要报。会要报仇的原因，也是因为穆吉塔巴家族中有4名的至亲都在这一场美以的轰炸当中丧生了，包括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以及他的1名儿子哦。CNN 是这样子来描述的，他说穆吉塔巴本人也在战火中受伤了，是引述了来自于伊朗媒体的报道。但是呢，美国智库又在多家的解释，他说呢，穆吉塔巴现在整个人是躲起来的。以色列时报则是持续的说呢，其实从战争爆发以来，就再也没有看到穆吉塔巴了，这是来自于西方的说法，但是未经过任何来自于这个各方的证实。伊朗方面现在又做了哪一些动作呢？虽然看不到穆吉塔巴，但是他的持续的轰炸绝对是持续的。最新命令对美军基地跟以色列发动的第一波报复性的攻击，锁定的就是中东地区的美军据点以及以色列北部多处的军事设施都被炸了，这是针对于美以的攻击。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关心呢。同样的战火已经波及到了波斯湾地区的国家，有一些哪些地方遇袭？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西方媒体做的评论，说穆吉塔巴已经逃亡了，这是事实还是西方刻意放出来的一个心理战呢？强硬派的穆吉塔巴接下来接任所谓的新领袖，是否要美国跟以色列血债血还？战争是否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干哥又怎么看？好，穆吉塔巴他被选为继承人啊，说句实在话，跌破了所有西方对于伊斯兰的认知跟他们的这个什么，就说多年的研究心得，因为他就是世袭继承，而不仅仅是什叶派的神权会议，他们是不太希望世袭的，连哈米尼本身他都不赞成。他说：“我的儿子，我的后代。”当时他在世的时候讲的话，不仅仅是说穆吉塔巴他这个二儿子，他还有其他儿子在世的时候，他也不认为他是要接班啊，交棒给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说我们最痛恨的就是巴勒维国王的世袭啊，他是世袭他的父亲，甚至他还要把他的皇位，然后在这个继位给他的儿子瑞莎，瑞莎现在是在这个国外流亡，所以他说我们是绝对不会赞成的。可是现在你要知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的时候，为什么由88名高阶这个神权教士所组成的专家会议，终于确定还是由穆吉塔巴来出任？那就代表着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在国家这么动荡危急之际，我们需要有一位具有领导分量的人出来。因为其实坦白讲一句，以穆吉塔巴他今年才56岁，太年轻了。其实，在这么高阶的神权的教士面前，他的火候是不够。当然，他是在就是在他父亲的那个以前的庇荫之下，他也是作为一位神权的老师啊，他也是专门在教授伊斯兰教，专门在教授可兰经，他所教授的教义，甚至会号称说比我们其他阿拉伯世界所教授的教义要更加的深奥，更加的精髓啊！所以他其实在神权方面，他的这个血统是不会容置疑的。然后他的家世又是哈米尼的儿子，
亲生儿子。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推举出来一个能够马上能够号令天下，能够让大家觉得说他是够分量的。虽然我刚才所讲的一些不利于他的因素，可是后来在专家会议里面还是被排除了。你知道这88位这个这些神权高阶教士里面，一个96岁的，一个是99岁的，这2位真的是就是说他们是最具分量的。他说那就是穆吉塔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需要一个这么有分量的领导人，所以他们共同投票选出了穆吉塔巴作为新的领导人。可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听说他在战争之中也受伤了，我觉得这是很可信的。也就是说，那个《华尔街日报》等等，他们认为说他不太可能在美军跟以色列联合攻击之中安然而退，对不对？你看，父亲哈米尼被炸死，母亲也被炸死，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自己本身就是穆吉塔巴自己本身有一个女儿，甚至后来传出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也死。这个儿子不是年纪不轻哦，已经20多岁了，快30岁了。也就是说，他等于是哈米尼的第3代了。就照这样讲的话，究竟是4个亲属在战火之中死亡，还是8个人？因为有另外的媒体，就是说伊朗自己本身的媒体说有8个人死亡。那这个因为没有办法核实，我们只知道说在空袭行动当中，穆吉塔巴他要全身而退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他受伤的情况怎么样？说一句实在，我也是认为说他可能受到了轻伤，而没有危及生命，否则他就可以继续的站出来发号施令。当然也有一些媒体在帮他缓颊，他说他现在只想活下去。我认为穆吉塔巴本身他虽然是比较年轻的领袖，可是他如果仍然受到原来的伊斯兰的原教义派的熏陶的话，他是不是会对美国跟以色列采取一样强硬的路线？但是强硬的本钱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会去估量，应该不会想象的像这个报道中说的那么的铁板一块。不过我是觉得他要赶快确定，赶快决定他要怎么样现身。不然伊朗会遭受到更大的袭击，然后它也会对海湾周边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危害。如果连沙烏地阿拉伯说你再打我，我就会反击了。如果沙烏地阿拉伯也被卷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更加复杂。我希望那个穆吉塔巴赶快出来讲出一些有力的话，可以安定一下整个周边的局势。好，对，目前为止，穆吉塔巴的人，其实在这一场美以战争发生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了，所以才会有一些外界的评论也说，这是不是西方的媒体在做的一些心战？就是说，其实穆吉塔巴本人到底有没有受伤，跟他现在是不是在逃亡等等，是不是西方的媒体在做心战？这个都还要进一步再做了解。但是呢，现在看到整体的这个战场已经不是止于美以之间的攻击了，现在已经波及到整个波湾国家去了。当时在7号的这一天的时候，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他才在7日说了，伊朗不会攻击波湾国家，并且对之前的行动攻击都表示歉意。但是5个小时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立刻打脸总统，说总统说的这些话是错误的讯息，伊朗方面会持续的轰炸，并且我们会正式的开启圣战。那确实就可以看到9号这一天，在波湾国家被通报了有很多地方遇袭。好，我们来看到这当中包括有这个无人机飞到了沙烏地下巴油田被拦截，然后波斯湾的石油设施也被轰炸，巴林的海水淡化厂遭到攻击。这个海水淡化厂其实提供数百万人供水的，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沙烏地的住宅遭到军事物体给击中，还有人死亡。巴林夜间遭到无人机攻击，32人受伤。再来就是阿联酋了，工业区爆炸，卡达的首都也有多起爆炸，美国驻在利雅得的大使馆遭无人机攻击，还有科威特的高楼都冒烟。以媒也在这边做了披露，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针对伊朗展开了回击发动的是首次的报复攻击，目标是他们的海水淡化厂。现在看起来，难道伊朗已经正式的对波湾国家开战了吗？那这些国家又会不会反击？大使又怎么看？第一个，我认为不会开战啊。
第二个呢，波安更不敢反击，因为这个虽然说以色列总统伊朗的总统有这样说，革命卫队反驳啊，我想就是说革命卫队的想法就是说，你不能说绝对你不会打，如果误击也不要道歉，就是这样，那打不打呢？除非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会打，要不然是不会打的，因为什么？他目标不是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到目前这些零星的报道啊，我看真真假假了啊，那伊朗的战略非常清楚，就是打在这个波安国家的美军基地跟设施，就是这样。那其他我认为都是误击。对，为什么呢？因为波安国家不会站在美国跟以色列这一边的，他们非常的脆弱，他们都是一群超级富豪在主导这个国家，他没有战斗意志的，也没有战力的，对不对？他只是说不要站到美国那边就好了。伊朗打这些国家的就是要警告你们不要站到美国那个地方，所以他一开始他们都讲我不让你用我的基地从这个地方去打伊朗，我都反对，包括沙烏地阿拉伯，我认为到现在也是如此。那他连美国用他的基地去打伊朗他都不允许了，他会自己去打吗？不太可能。为什么他会采取这个立场？因为他太脆弱了。我告诉你，他们这些国家虽然没有什么重点，可是到处都是什么呀？未爆弹。你只要打一个，你打一个飞弹，你打到它的那个储油槽，乒铃乓啷，一切都没有了。它现在储油槽通通是满的，卖不出去，通通是满的。储油设备是一个目标，打起来的话，真的就好，真的就那每一槽油都是它的现金啊。那另外还有什么？就是你的油田，油田被炸的时候，我告诉你，搞不好半年都灭不了。那个大火可是恐怖啊！这些国家是怎么样？看起来平常很风光，我说这波安很风光，其实他们泡着汽油桶睡觉，汽油桶随时爆炸，他们什么都没了。所以呢，他们不敢站在美国这一边，而且我觉得他们在背后是不然在美国拉美国的一个力量。对，所以伊朗只是威吓他、恐吓他，不会真正动手。真正动手就是已经要什么？就是说。已经是同归于尽的那个阶段，现在伊朗还不需要，不需要同归于尽。那所以现在美国事实上在打伊朗的所有的军力都是从2个地方出来的，一个是美国自己的什么？美国自己的航母战斗群在发动攻击，另外就是以色列去发动攻击。最近川普也讲了好多次 ，B1、B2 都出来了。B1、B2 通常都是从哪里？都是从美国本土出来。这个飞机可以飞1万多公里的。那再加个空中加油，对不对？它够了，它也不需要海外基地。为什么美国会有这种轰炸机呢？它就是要说我没有海外基地，我也打得到你。像今天这 B1、B2 就发生功能了，我也不要海外基地，我从我的 Colorado 这个空军基地飞起来以后，了不起中间。空中加油，我一趟就回来了。炸弹就炸得你叫你受不了。所以美国现在是怎么讲呢？他也不需要，他也知道你们这些中东国家。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川普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只有一个讯息：战争很快会结束，不是战场打不过是油价他没办法忍受油价已经冲到114了，拼命下，最高140下来了。那他一讲了以后，油价就下来了。他说今天晚上10点半他还要再讲一次，下午5点半嘛，还要在 Florida 还有一个记者会，那就是因为美国跟我东部时间跟我们倒反嘛，我明天早上就会知道他要讲什么。我跟你讲，一句话，川普打不下去了。那他的女婿跟他的这个魏科夫，哇，他的大将要去跟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内塔尼亚胡犯了一个机会，他们要去跟他算账。讲好了不要打伊朗的石油设施，你去炸他的储油厂是什么意思？你要把我美国拖下去吗？对不对？去警告以色列，你打还是要照我的利益打。以色列反正搞成就搞得他一打伊朗的这个油设施，伊朗就去打中东的油设施，以色列又不产油，也没有油，他怕什么？他把世界搞乱。美国不行啊，川普要选举美国不要把全世界都去怪他，你把他搞成这样，欧洲的这个各国领袖已经在跟川普打电话，赶快停一下吧，不要再这样搞了。
对不对？你搞得我们大家经济崩溃。所以川普昨天记者会说，我跟普丁已经通过电话。然后呢，在前一次记者会，记者问他说，是他那个他现在能够点名都是他的朋友。结果那个记者问他说，听说俄罗斯已经提供这种卫星情报给伊朗在跟美国对抗。川普当场翻脸，他说。我觉得你过去是我的朋友，你过去很聪明，你今天问这个问题简直是愚蠢之至，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呢？所以他最怕，他现在一切靠谁啊？他靠普丁啊，他要普丁去跟伊朗去帮他打交道了，现在已经在我认为已经在求和了啦。好，这个是美国方面这个川普的态度，川普想停战，但是接下来也要看伊朗愿不愿意停战，还有以色列愿不愿意停战。那同样时刻呢，我们就看到这场战争持续的进行当中的时候，中俄是否也加入了在这一场战争的角力当中呢？我们先来看到中国大陆的部分解放军海军的瞭望1号传出现在部署在阿曼湾国际水域来监督美以伊的冲突。那这艘船呢，又被叫做海上天眼，排水量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3万吨，能够在6000公里范围内追踪飞弹、卫星跟军事的活动。那目前就是如刚刚说的，部署在阿曼湾。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普丁也是力挺伊朗的新政权到底，说是伊朗最坚实的盟友。外媒也披露了俄罗斯方面持续的提供情报。有关于美军在中东的情报给伊朗，那这当中包括了军舰跟军机等等。尚志哥怎么看？这2个国家是否有帮忙伊朗？纽约时报有个报道，在此前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包括俄罗斯跟中国，还有他也点名朝鲜，跟伊朗的关系很好。可是为什么这一波除了谴责都没有具体的动作？但是真的没有嘛？其实就像刚刚前面大使所提到的，这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伊朗怎么打那么准啊？你说在过去的12日战争当中，伊朗就是五煞杀，但是这一次只要一打完，特别是其他波湾国家的美军基地，打完不久马上公布卫星照片。那这些卫星照片你搞不清楚伊朗的，但伊朗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间谍卫星在，可强到这个地步吗？我们知道这些卫星现在不只是事后拍照啊。它也可能在这种体系化作战里头指点去做精准的打击。这次伊朗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30轮的这个攻击当中打得太准了，准到其实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一下这次打多准哈。所以我们看俄罗斯长期以来是伊朗在整个军事发展过程当中，他们的军事结构采用俄罗斯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可你说中国呢？大家一般不太讨论在这一次里头中国的角色，但我们来盘点一下。首先，中国从义乌开到德黑兰的中伊铁路，在去年2025年的5月正式开通。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中伊铁路被炸掉，也就是每天其实中国到伊朗的德黑兰的源源不绝透过铁路运输。可是，在运了些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对，这个是很通畅，我认为是很重要。除此之外，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跟伊朗他们签订了一个长达4000亿美金的25年的这个战略合作。那外媒欧美当中好像每年并没有真正交易些什么，可是你知道吗？伊朗没公布啊，中国也没公布，你哪知道人家真的做些什么？以及最近也有人认为，除了俄罗斯的卫星之外，是不是包括中国大陆的民用，尤其是吉林1号的农业卫星？最近大家讨论很多，因为目前来讲，它的高精度的东西可能不是俄罗斯的卫星能够提供的。吉林卫星它现在虽然才有100多颗，可是它每天在全世界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它可以拍35次到40次，所以而且它民用商业都可以买卖。所以中国到底对伊朗有什么样？可能不是在战事上给你武器、给你无人机、给你弹药，但是这些恰好就是伊朗非常需要，而且它这次看起来打美国打得这么漂亮，打得这么精准。这些听起来好像刚好得是最大的关键，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其实简单讲，首先伊朗这一次打破了我们对于以色列跟美军的这种单向情报霸权，伊朗也很厉害啊，没有输。第二个，重塑了这个战争的打法，比如说打美军基地。过去我们总会思考打美军基地，现在都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打日本、韩国、菲律宾美军基地，好像马上就可以打了，不是吗？所以第三个部分还是包括相互感染的影响，包括现在普京现在在炸基辅的部分也越来越狠。以前不会碰，包括泽连斯基的这个办公室，现在全部在打了。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在很多东西不只是谁帮谁，战争始终改变格局，斩首行动让全世界，包括中国跟俄罗斯也理解斩首行动。那么威吓本土，美国本土力量，像朝鲜也有核武，果然美国就不敢轻易动你。
因为从过去包括伊朗没有做，我认为这些都是在中国、俄罗斯跟伊朗之间的交互影响。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